2025年5月20号 Google I/O 的发表会，我的感想4个字总结就是王者归来。曾经你以为那个跟不上进度的学霸，现在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又回到战场上。所以呢，我将重点介绍 Google I/O 的内容，以及展示一下新的 Gemini Pro 的非常强的功能。接着呢，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旧的谷歌已经死去，新的 Google 已经重生。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快速浏览带过就好，你不需要记忆的东西。Gemini Nano 它可以应用到 Android 以及装置端机械学习开发的模型。Jules 它是一个程式码的编程助手。Gemma 是一个开放轻量级模型，可以自由下载、使用并打造客制化设定。Gemini Diffusion 它可以取代传统 token by token 的生成模式的新模型，因为可以快速的生成内容了，所以呢，它可以边生成边评估效果边修正。Google Bing 它是 3D 人像为基准的视讯会议系统，还有 Synth ID 它可以帮你判断这个影片跟影像是否为 AI 所生成。Enjoy XR 它可以帮你打造像是 Oculus 或 Vision Pro 这样的 VR 系统，甚至呢，它也可以帮你打造有相机、耳机甚至显示萤幕的智慧眼镜来使用。Project Astra 它可以使用影片啊、图片啊、实时的资讯来跟 Gemini 进行对话，未来也会整合到 Gemini Live 里面。Project Marina 它是一个可以方便你打造多工步骤 agent 的平台，未来也会出现在个人的 Gemini 上，帮助你浏览网页、点击滑鼠以及订票等这些动作，有点像是 GPT 的 operator。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可能会越来越常看到的功能，首先就是 Imagen 4， 它是 Imagen 3的升级，它可以提供更高的解析度、更好的细节，同时呢，对文字生成的理解力更强，所以有点像是 GPT-4o 这样子的水平。利用 Imagen 4就可以达到 VO3 这种下一个 generation 的影片生成系统，同时呢，它在生成的时候还可以自带口白啦、配乐啦、音乐，而且细节非常好。你可以看到网络上所看到的这些演示的这个影片呢，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惊人。接下来还有 Lyra 2， 它是 Google 自己的音乐生成平台。基于这些系统呢，它推出了一个 Flow 平台。Flow 平台就是允许你用脚本啊、对话框啊这样分镜表的方式呢，来一站式的生成。就是逐渐会 roll out 到所有的用户的新增的功能，包含 AI Search 以及 Gemini in Chrome 的功能。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它有一个新的250块的 Ultra Play 的订阅，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会质疑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啦，就代表你可能暂时不需要，你只要使用 AI Pro 的这个订阅计划就好了。而且 AI Pro 现在也可以支援使用 Veo 3的影像生成系统，大概是1周可以生成10个影片。其他部分还有包含第一个，如果以后你在 Shopping 里面透过 Google Shopping 来搜寻的话，在看到衣服啊选购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试着试穿，像这个是我之前测试的一个试穿的样子我可以选到我喜欢的衣服之后呢，我就可以点击试穿，然后我这里按 Try On， 它就会把这套衣服放在我上传的图片中试穿给你看。OK， 这就是我试穿的样子。那当然我们可以试穿不同种的衣服啦，有跟你讲这个功能有时候不小心一玩就玩好久。好，这是我试穿另外一套衣服的感觉，你就可以决定，如果是这个衣服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买的。好，接下来下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AI Mode。现在你的手机里面或你的电脑里面在搜寻，透过 Chrome 用 Google 搜寻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出现这个 AI Preview、AI 概览的东西了。你看，当我搜寻这个 Good Hamburger at University Studio Orlando 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个 AI Overview 告诉你哪些好的选择啊。这时候如果你要更深的理解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Dive Deeper in AI Mode， 然后它就会带你到 AI Mode。等于是你在 Chrome 里面就可以直接调用 Gemini 来帮你分析你想要知道的答案，它就给你一个更详尽的解答。看像这个一样的刚刚的标题在附近有什么好的汉堡，它就会给你到不同的店啊，甚至给你地图、选项、评价都会给你。OK， 这就是以后你在 Chrome 里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AI 模式来生成你要的资讯，并且比较复杂的资讯。而且以后这个部分还会加入 Agent Mode， 它就会直接帮你去搜寻，甚至帮你完成订票的动作。接下来就是以后 Gemini 呢，直接就会内建在 Chrome 里面了。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直接在你的右上角的视窗里面呢，帮你生成一个 Gemini 的图标。你点了之后，它就直接帮你分析你现在浏览的网站啊，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它，它可以帮你比较帮你搜寻，或者是帮你理解整个网页的内容。这就是 Gemini 会跟 Chrome 越结合越深的其中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 Gemini 现在在 Canvas 这个功能里面呢，又做了一些方便的更新。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在原本的这个 Gemini 里面呢，当然你可以要求它做一些深度研究嘛。最后呢，它就给你一组深度研究的报告，就像现在这样子。这时候我可以看右边这个 Create， 然后产生一个 Web Page， 它就会产生一个互动式的报告结果。打开的话就会像这样，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报告的话，它会给你更多互动式的一些资讯，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想要看的重点浏览这一次大会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甚至还可以请他做一个资讯趋势的图表，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不同呈现的方法，然后你来看这一次简报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呢来理解同一份简报。在这个研究报告的右侧呢，你甚至可以生成一个测验来测试你对于这份研究报告到底读懂了多少。你按的测验的话，这是我之前做过的测验，它就显示OK， 结束之后显示我得了7分，总共正确率 70%， 然后还会再强调一次重点，甚至呢再给你一些其他的建议。好，在你简报档案的右侧，你可以发觉还有一个小空格，你可以直接客制化你的需求。那之前呢，我就曾经测试让他帮我做一个简报出来，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呢，他直接帮我做了一个重点大纲，不是做成简报档案。然后我又再加了一个重复叙述了一次我的要求之后，他就帮我做了一个简报档案出来。这个简报档案出来的格式还不错，就是像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突然有一页就没办法再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会有点小失误。当然呢，这些简报档案如果你都不满意的话，不要忘了之前我们才教过用提示词来做简报，我也做了一份用提示词来做简报，可以看到我们做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简报的内容，可以直接一页一页翻页。你如果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怎么简报的话，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些东西放到你的内容里面去。好了，这就是以上全部这一次大会的内容啦。就像我开头说的，我觉得旧的谷歌已经死去，新的 Google 正在重生。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原本 Google 它的营收大部分都是来自它的广告收益，包括你搜寻的时候呈现的广告，或是你在网站上呈现的广告。但是如今这一些呢，都因为使用者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的搜寻，而利润呢将会越来越少。这时候呢 Google 就革了自己的命，把自己的搜寻业务重新等于砍掉重做，所以这一次他就把所有的 AI 功能直接整合到 Chrome 里面去，借由用户最有刚需的搜寻的场景呢，把 AI 全部再整合进去。我相信只要继续使用 Google 搜寻跟 Chrome 浏览器的人呢，逐渐的就可以越来越摆脱对其他 AI 的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用的全部都是 Gemini。那 Google 的营收要从哪来呢？势必它在这一块搜寻的营收呢，它就要找到新的盈利的方向。例如说，可能以后公司的广告就要直接打到 AI Mode 广告的页面里面去，而不是传统的页面搜寻里面去。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现在真正的回到战场上的原因。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欢迎你在下面也帮我留言，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在这个 AI 的世界，谁能够真正掌握所有的盈利吧。